哎，你什么意思啊？交给我兄弟陈小秋。我跟你脸不要脸，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秦川出于人道主义，给矿区的劫匪宋小军弄吃弄喝，却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祭奠死掉的同伙陈小秋，这怎么能让秦川不生气？而对于警方拿到宋小军的犯罪证据，这件事还要从拿到白灵的证词说起。谢霆知道宋小军的城府很深，很难撬开他的嘴，而孙哲比较年轻，见的世面也少，所以他才是突破口。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没见过。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不是说了吗？没见过。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好。因为是分开审讯，孙哲根本就不知道白灵已经交代了一切。白灵的证词中明确的指出，出发那天孙哲到家里找过宋小军，这一句话就彻底撕开了孙哲的谎言。而孙哲看到这铁一般的证据，最终他如实交代了一切。我宋小军、陈小秋、陈晓东4个干，宋小军领头的。孙哲交代，案发当天他们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打死司机后就把尸体丢到了水井里，作案用的枪支弹药都在他母亲家后边的暖气沟里。有了孙哲提供的线索，警方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司机的尸体以及宋小军他们作案用的枪支弹药。当宋小军看到照片的那一刻，他心里想，这下完蛋了，现在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宋小军就讲述了他作案的整个过程。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宋小军知道，要想改变命运，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双手。他们想做生意，但是没有本钱，又没有人际关系，也更没有门路，所以他们决定实施抢劫。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副所长高建设，因为是暗中偷袭，所以这一次的抢枪很顺利。有了枪，他们就准备抢劫金融储蓄所，但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抢劫，没有经验，不但没有抢到钱，陈小秋隔棱眼的特征还被人给记住了。最关键的是，外边都在传杀高建设和抢储蓄所的是同一伙人，因此宋小军就知道警方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源，所以高建设的枪他们不能再用了。另外，他们要想做更大的，就需要人手和更多的枪。于是宋小军就发展了孙哲，而孙哲就是一把好手，他改良了猎枪，还做了很多猎枪的枪杀。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有了枪又有了人，接下来他们就抢劫了路南矿，财务刚取的18万的工资款，接着就是他给白灵买大金戒指的画面。但是这些钱并没有满足宋小军几个人的欲望，他们又拿出一笔钱购买了枪支弹药，剩下的一笔钱用来当做下次的活动经费。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我们这枪啊人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为了抢劫西山矿的100万工资款，宋小军提前半年进行了筹备。他知道警方查案的规律，案发后警方无非就是挨家挨户的排查，所以他就让陈小秋对外宣称自己去了韩国打工，让孙哲假装去外地做生意。其实他就是把陈小秋和孙哲藏在了人口密集且复杂的9号家属区。孙哲了解矿区的情况，他知道保卫和刑警加起来有10几个人，宋小军最终决定团队最多再增加1个人，于是陈小秋就把自己的亲弟弟陈晓东拉入了伙。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吗？怎么非得干这个呢？这话说的，干什么要挣2千块呀，是吧？
后来孙哲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发工资，宋小军一行4人准备动手，可没想到当时的司机察觉到了不对劲，下了车撒腿就跑。有了这一变故，宋小军就放弃了这次行动。再后来就是矿区劫案发生的1月28号，他们本来打算7分钟完成抢劫，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孙哲和陈晓东解决了经警室，但是保卫科的库房里还有几个保卫守护着工资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宋小军最终还是没能抢到钱。这期间，陈小秋还被打中了一枪。他知道陈小秋肯定是带不走了，于是他就让陈晓东杀人灭口，还对着陈小秋有隔棱眼的左眼打了一枪，最后就是焚尸灭迹。宋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确实很有面儿，但是宋小军现在这样，他的老婆孩子会感到有面吗？他们娘俩以后又该怎么活？有了宋小军的坦白，警方第2天就在陈晓东的表姐家将其抓获。对于他们的判决，也在3个月后落实到位。最终，随着3声清脆的枪响，矿区劫案就此完结，而这个城市也恢复到了以前的繁华且热闹。